在明朝官场有一位奇人，别人升官靠的是政绩或者是讨好上司，唯独他升官靠的是骂人，骂的还不是别人，从内阁诸位大佬到皇帝本人，他都骂了个遍。这个奇人是谁呢？今天我们就来讲讲他的故事。万历17年，海南琼州府琼山县，一行人抬着一口棺材经过一处山地，走着走着，抬棺材的绳子突然断了，棺材砰一声砸在地上，而且变得十分沉重，几个人怎么都抬不起来。于是人们以为这就是棺中长睡之人自选的风水宝地，于是将其就地下葬。棺中之人就是明朝鼎鼎大名的清官海瑞。海瑞的一生经历过3起3落。第一起是从福建的县城校长晋升为浙江淳安县长，海瑞花了4年时间，从不入流的帝国小官吏成了7品官。虽然这一年他已经45岁，但对他来说，这个进步还是相当快的。因为海瑞学历低，他不是进士，只是个小举人。在大明，进士和举人是泾渭分明的2条升迁路径。很多人说，海瑞的晋升源于笔架先生的名声。上级官员到学宫视察工作，海瑞的左右副手叩头拜见，唯有海瑞站在中间，只拱了拱手。3人这一幕活像一个笔架。不过海瑞这次升官，主要还是他干的确实不赖。作为校长，他整顿校风校纪，很抓教学质量，对教官与学生相当严厉，被称为海阎王，拿出了漂亮的升学率。在淳安县令任上，海瑞干的事情更为大快人心。总督胡宗宪的儿子公费旅游到淳安境内，作威作福，甚至凌辱招待所所长。海瑞让衙役把他拘了，吊打一顿，没收他随身携带的大量现金充公。完事之后，海瑞给总督写信，先是把胡宗宪平时提到的要清廉奉公，不要打胡某人的旗号，干王法之事等讲话精神复述了一遍。然后笔锋一转，说既然有人假冒胡公子，败坏您清誉，现已缉拿到案，请您亲自发落。胡宗宪面对自己的儿子，心中1万只草泥马奔腾而过，却也万般无奈。人家一个小县令不仅胆子大，水平也着实高。话说的滴水不漏，他堂堂一个帝国总督，是可以以权压人，把海瑞办了，但那不等于抽自己嘴巴吗？这就是海瑞的本事，让总督大人吞了苍蝇，却不敢发飙。后来左副都御史燕茂清奉谕旨前来办事，京官下到地方，免不了吃拿卡要，但这位钦差大臣还要标榜简朴，沽名钓誉，出发前特意发了通令，说本院素性简朴，不喜承迎，凡饮食供账俱以简朴为上，无得过为华奢，靡费礼甲。这原本只是场面话，没想到海瑞当真了。燕都院尚未到达淳安，已经接到海瑞的禀帖。禀帖把通令的原文揭露于后，再接着说，我打听到了，您南下所过的地方，各处皆有酒席，每席费银300-400两，并有金花金缎在席间连续奉献，其他供账也极为华丽，连小便器都是银打的。然后海瑞善意提醒燕大人，要抵挡住这些别有用心的贿赂，免得被他们坏了名声。燕茂清接到禀帖以后，内心也是跑着草泥马，吃着苍蝇，愣是没敢进入淳安，直接绕道了。从这2件事可以看出海瑞的办事风格。胡宗宪和燕茂清都是严嵩的人，位高权重，谁都不敢得罪，但海瑞就把他们得罪了，这还不算什么本事，关键是把他们得罪了，他们还拿你没辙，这才叫真本事。所以海瑞真不是一个迂腐的清官，他对抗官场潜规则的斗争手法其实很高明的，既坚持了原则，又做到了自我保护。3年知县任满，海瑞得以升任浙江嘉兴府通判，却不想事情起了波折。海瑞的第1落就发生在此时，由于太正直清流，他遭到了官僚集团的反扑，结果他被调出浙江，转任江西兴国知县。严格来说，这算平调，但因为原来有升官的预期在那里，再加上兴国比淳安更落后闭塞，所以是明里平调，暗中降职了。不过对海瑞来说，只要能留在官位上办事，在哪干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一落对海瑞来说，只是一点不碍事的皮毛小伤。在兴国干了1年多，海瑞迎来人生的第2起。
吏部说他工作出色，升为户部主事，正六品的京官。实际上，海瑞这次升官是当地的地主乡绅们通过权力运作，把海瑞礼送出境。你不花钱打通关节，我们凑份子帮您升官到京城，只求老爷别留在我们这了。京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仅仅1年后，嘉靖45年2月，进入广阔天地的海瑞开始了折腾。他上了那道流名千古的骂皇帝书，即直言天下第一世书。海瑞在这里爆了很多猛料，连同嘉靖皇帝的私生活都指指点点。这样骂皇帝确实千古未有。不过绝大多数人都没留意到，海瑞说话是讲究技巧的。他一方面骂皇帝，一方面以忠臣比干自居，而且一来就说嘉靖皇帝的天资甩一代明君汉文帝几条街，只要皇上稍微振作一下，就直追尧舜了。好话坏话轮着说，一捧一踩，字里行间都是一曲忠诚的赞歌。嘉靖一遍遍重读海瑞的奏书，一会儿气炸了，怒骂海瑞是畜物；一会儿理智又回来了，说海瑞自比比干，但我怎能做商纣王？海瑞的人情练达绝对远超人们对他的成见，这才是嘉靖皇帝不忍杀海瑞的原因。海瑞在监狱里等了1年，每天都在等死，最终等来了的却是皇帝的死讯。老皇帝死了，忠臣出狱复官，只不过出任的都是一些位高权轻的虚职。海瑞心里难受，他生命的意义是干实事，不是做个道德模范供人瞻仰。于是海瑞自己策划了宦海生涯中的第3起。隆庆3年年初的京察，也就是京城的官员考核，按照惯例，凡属4品以上官员都应当做出自我鉴定。海瑞在奏折中说，陛下既然赦免了我的死罪，又对我破格擢升，在所有的文臣之中，没有一个人比我更迫切的要报答陛下的恩典。接着他谦虚地声称自己才遣史书，做个铺垫。又接着他表示自己现任的职务完全是没活干的闲职，不能报国留着我有什么用，不如干脆把我革退。海瑞的厉害就在这里，他给了吏部一个两难的选择。如果我们真的平白无故罢黜一个有声望、以政见而名闻天下的忠臣，必然被天下人指指点点。如果我们不敢罢黜他，那就只能分派给他负责实际工作的官职。海瑞这是以退为进，要挟吏部妥协，最终他成功升任右迁都御史总理梁楚、提督军务巡抚应天使府，得以在江南大刀阔斧推行他的改革。看到这里，不禁让人感慨，幸好海瑞是个正人君子，不然以他深谙官场斗争技巧的能力，要是做个贪官奸臣，一定是千古第一的那种。海瑞任职江南期间，抓主要矛盾，试行一条鞭法，整肃官风，勒令豪强退田于民。有一点必须说一下，海瑞才是最早施行一条鞭法的帝国能臣之一，张居正的改革后来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然而仅仅8个月，海瑞就被罢官，这是他的第3落。事因很简单，海瑞上任江南，要推行打压豪强的政策，首当其冲的就是前首辅徐阶的家族，几乎半个苏州城的田地都被徐家占了，民怨也最深。海瑞不可能视而不见。面对前首辅，海瑞说得很客气，让你徐阶退田，是要保你100年后家族平安。但是徐阶不干，徐阶虽然是退休的首辅，但他在朝中还有人脉，阁臣张居正就出来为恩师徐阶站台，抚慰恩师不要怕，同时使出大力气阻挠海瑞施政。更何况江南不只有一个徐阶，还有许多小徐阶。有钱人不怕能臣，就怕清官，尤其是不讲情面的清官。此前海瑞的新职务一发表，江南的富户都打冷战，24人轿子改成4人，朱红大门上了黑漆，各种低调行事。但现在看到徐阶带头冲锋，立马同仇敌忾，合伙对付海瑞。吏科给事中戴凤祥立刻出马弹劾海瑞，说海瑞鱼肉士大夫，沽名乱政，大乖政体，几顶大帽子，不管合不合适，先扣了再说。从来就只有官员鱼肉百姓的，现在倒好，出来一个鱼肉士大夫的官员。其实什么罪名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包括阁臣在内的各种势力自觉或不自觉地勾连在一起，无人想真心治理腐败，
都将孤身奋战的海瑞视为异端。在各级官员和地方诸多势力的联合夹击和围堵下，一位真正的清官和改革之臣没有立锥之地，被迫离开政坛。海瑞走了，一走16年。等到71岁的海瑞再次复出的时候，只能算作万历皇帝和整个帝国官僚标榜廉政的一枚棋子和吉祥物。3年后，海瑞逝世，身后连殓葬的钱都是别人给他凑的。南京市民罢市，10里长街为他送行。无论在明朝还是在其他时期，真可谓官场如战场。一个人若想在朝廷中安安稳稳地做官，必须要学会站队，否则仕途很难走得一帆风顺，甚至会落得一个悲惨的下场。可纵观海瑞的一生，他却并非如此。他不仅把朝廷重臣对了个遍，连皇上也不放过。在那个动辄廷杖打死朝臣的年代，他竟安稳度过一生，实在是令人惊讶。那么海瑞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原因有3点。第一条就是海瑞其实从未给别人造成威胁。海瑞在做官期间屡次打击贪官污吏，揭发了很多官吏的不义之举，让很多人都受到了应得的惩罚。为什么还要说海瑞实际上并没有给别人造成威胁呢？因为腐败在明朝官场是个自然现象，像海瑞这样一分不贪的才是不正常。明朝的俸禄其实是很低的，低到万历时期的大明首辅于慎行在自己的笔记里对前朝官员的福利待遇大流口水。对于大明官员来说，如果不去做一些贪污受贿之举，不仅仅在官场上不好生存，连生活都会难以为继。正因如此，海瑞检举揭发的那些贪污受贿的行为根本不会得到严肃处理，被举报的人哪怕当时受到了惩罚，都不算伤筋动骨，过段时日很快就能官复原职。因此，海瑞虽然被整个官僚集团看不顺眼，但大家勉强可以忍受他。第二条就是海瑞这个人没有弱点，他一生清廉，连骂人都骂得很有水平，压根找不到任何一条可以把他治罪的证据。而且时间长了，海瑞这种无所畏惧的正直事迹传入了千家万户，美名远扬，成为了当时有名的清官。如果海瑞有什么3长2短，第一个要被戳脊梁骨的就是大明的高层官员，连嘉靖皇帝都曾说过，海瑞想当比干，可我不是商纣王。意思是，如果杀了海瑞，那他岂不是和遗臭万年的商纣王一样了吗？如此说来，连皇上都不敢惹的人，朝臣更是对他无计可施了。海瑞能够平安一生最重要的原因，其实是他所处的位置。他其实一直处在朝廷最无关紧要的位置上，根本成不了别人的眼中钉肉中刺。说白了，海瑞在明朝官场上只能算是一个花瓶。虽然这样的人物并不重要，但是这样的人必须存在。皇帝受到指责，为什么不敢惹海瑞？是因为容忍他能够显示自己为民着想，敢听真话。胡宗宪为什么即便受到侮辱也不敢处罚他？因为原谅他能够显示自己的宽宏大量，不因小事动怒。张居正上台后为什么还一直留着海瑞？因为留着他能够显示自己重用人才，不计前嫌。平安一生是海瑞个人的大幸，然而对于这个逐渐走向沉沦的国家来说，却无可谓幸运了。